我叫张婉，历史系卷王兼宫斗剧10级学者。上一秒还在宿舍边啃泡面边吐槽宫斗的教职剧情，下一秒就穿越到了宫斗现场。陛下，就是他，要谋害臣妾肚子里的孩子。后等，我才刚来。宿主，系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宿主，别着急，你现在穿越到了公元664年，身份是武昭身边的一个小宫女阿婉。武昭，就是历史上唯一的女帝。武昭，没错，就是她。只不过她现在还是后宫中任人拿捏的小菜鸡，被嫔妃刁难，被皇后控制。而你需要做的就是帮武昭在后宫中活下来，救出他在狱中的父兄，助他登上帝位。什么？你开什么玩笑？阿婉，休要胡言乱语。陛下，阿婉只是臣妾宫中一个小丫鬟，纵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谋害皇嗣啊。她倒是不敢谋害皇嗣，可她的主子未必。淑妃妹妹这话过了。武昭性格向来温和，平日最是谨守本分，今日之事一定是有误会。误会？皇后姐姐说这话倒是轻巧，她害的人又不是你。这就开始团战了，好硬核的宫斗啊！这架屏风是武昭为我腹中的孩儿所行，臣妾念及心意，便将它摆在了内殿之中。可自那之后，臣妾便时常感觉头晕目眩，胎动异常。起初只是认为身子不适，直到今晨太医诊脉查看，却惊觉这屏风的绣线之中掺了伤胎的朱砂与铅粉。武昭，淑妃所言可是实情？陛下明鉴，臣妾的确是为贺淑妃姐姐有孕之喜，送了这面屏风。可臣妾绝无有半点谋害皇嗣的心思啊！这绣工放现代，得是非遗大师限量款吧？不得6个收？武昭妹妹这话，是本宫自己害自己不成？够了！屏风既经武昭宫中之手送出，无论何故总脱不了干系。宫女阿婉监管不力，拖出去杖毙，以儆效尤。此事到此为止。不是吧？他们都发送命的，怎么是我？能不能先让我补过第1集啊？陛下，娘娘救我！我不想死！娘娘救我！陛下，我不想死！等一下，等等！我知道谁是杀害皇嗣的凶手。我知道谁是杀害皇嗣的凶手。一个贱婢为了活命，什么话都敢说出来，还不赶紧把她拖出去！陛下，既然阿婉敢当众指认，何不让她把话说完？若她真是胡言乱语，再治罪不迟，事关皇嗣安危，求陛下彻查。你说你知道谁是凶手，若有一句虚言，杖毙。谢陛下恩典，小命总算保住了。果然如此。陛下，你看这屏风只有右下角的绣线，绣工粗糙，绣线干硬，说明只有这一小块绣线有问题。若凶手是我们娘娘，她何不将整块屏风都沾上朱砂和铅粉，这样岂不是更不容易引人注目？你的意思是，事后有人在屏风上动了手脚？对。屏风送入长春宫后，若想要接触并篡改绣线，必须是能自由出入，且有机会单独接触屏风。据臣妾所知，丽嫔半月前送安胎药方为由，3次单独进入长春宫内室。陛下，臣妾冤枉啊！丽嫔，此事可与你有关。妹妹别哭，话要想清楚了再说，别忘了你的兄长。是武昭，是他指使臣妾的。他说淑妃恃宠而骄，若是诞下皇子，必会危及他的地位。那日他派人送屏风来我宫中，说绣线褪色，让我帮忙修补。臣妾也不知他竟在其中掺了毒物啊！武昭，你太让人失望了。传旨，武昭管教宫人不力，涉嫌谋害皇嗣，即日起褫夺封号，
打入冷宫思过。臣妾谢陛下恩典。这地方真不是人待的。娘娘，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翻案。那个丽嫔竟然当场改口冤枉我们，我们得想办法让她说出真相，让皇帝放我们出去。兔死狗烹，它的作用已经达到了，而为防止意外，他应该没有说出真相的机会。紧急情报更新，丽嫔已确认自己身亡。什么？丽嫔自尽？这怎么可能？她昨天还想着甩锅保命，今天就自尽了。丽嫔自尽，支线任务展开，查明丽嫔死亡真相，救武昭出冷宫。丽嫔死了，皇帝不管吗？管。淑妃如今圣劝正浓，又怀有龙子，丽嫔的死，只要证据确凿，谁会去管？至于真相，陛下未必想知道。那皇后呢？皇后统管六宫，她总应该管吧？皇后，只要淑妃不直接影响到她的后宫之位，不把事情闹到前朝无法收拾，她就乐得坐山观虎斗。你看昨日在殿前，她可曾为我们真心力争过半句？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啊？人证死了，线索断了，我们被困在这种鬼地方。那系统交给我的任务，不是要帮你登上帝位的？怕了？有点儿，但是更怕完不成任务。咱们都得交代在这儿。你不会交代在这儿。我已经打点好了，明日你就可以从冷宫离开。什么？娘娘，您还找人打点？那您呢？我是别人的眼中钉，不可能出去了。但你不同，你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宫女，认识你的人不多。昨日遇见那点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明日我已买通来送饭的小杂役，他会带你混出去。那我出去了，那您呢？您怎么办啊？你出去，我才有出去的希望。阿婉，你出去之后，我需要你帮我查清2件事情。好，您说。第一，丽嫔的死究竟是谁在动手，在何处动的手，尽可能找到痕迹。第二，淑妃手里到底握了丽嫔什么把柄，以至于到死都不肯说实话，甚至最后甘愿顶罪。可是，娘娘，我怎么查？丽嫔明日出殡，暗例会有宫女内侍送葬，这是你接触她身边旧人，混入她生前寝宫最好的探查机会。葬礼之上人多眼杂，也是你最易通达、最易探听消息之时。我这领导都蹲冷宫了，脑子还转得这么快，条理清晰，目标明确。看来历史上能成为女皇的人，真不是盖的。行，这领导跟得不亏。娘娘您放心，我一定查明真相，把您从冷宫救出去。系统，丽嫔肯定是被淑妃害死的，这难道就不算真相吗？宿主，你要找到证据，才能让真相大白呀。奇怪，一般人死后手不都是伸开的吗？他的手怎么攥这么紧？不撒朋友！丽嫔娘娘，您想想好，我是来帮你的，你也不想害你的坏人逍遥法外的，对吧？这是……宿主，有人来了！
奇怪，淑妃怎么偷偷来了？还来这么晚，肯定没安好心。丽嫔手中的衣服碎片是淑妃宫里才有的样式，所以淑妃根本就不是来悼念的，是来拿走犯罪证据的。原来淑妃就是凶手。尸体，丽嫔的尸体，来人呐！快来人呐！丽嫔娘娘显灵了，这是阴魂不散啊！我靠，这怎么回事啊？冷静，尸体不可能自己流血泪啊，这绝对是人为的。刚才只有淑妃碰过尸体，尸体有问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娘娘？这血果然有问题。陛下驾到！参见陛下，参见陛下。陛下，臣妾与丽嫔素来亲厚，今日特地来送她最后一程，谁知青小姐姐姐眼角竟淌出了血泪。哼，怪不得这个时候来，原来是算准皇帝来的时间，特意来演戏。血泪，爱妃莫要动了胎气，朕自会查明。妹妹对丽嫔这份心，倒是比往日侍奉陛下时更要细致几分。既然身子重了，往后这种白事的场合还是少来的好。皇后娘娘教训的是，只是臣妾担心，丽嫔怕不是被武昭的巫蛊之术给害死。来人，把武昭押到朕的面前。是。这才几天不见，怎么就折腾成这个鬼样子了？武昭，抬起头来。翠琴，叩见陛下。你可知罪？不好了，丽嫔娘娘的棺材上开始见血了。什么？什么？武士夺宫，谁这么大胆子，写下如此悖逆之言？让你害武昭，我给你来点狠的。这血果然有问题，娘娘猜的没错。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用此等旁门左道来栽赃陷害，当真是是非不分的傻子吗？你去看看怎么回事。回陛下，丽嫔棺材上的并非血迹，而是有人提前用红色石蜡写上去的。石蜡融化后，就有些像是血迹。陛下，丽嫔娘娘脸上的血泪也是有人用朱砂混着石蜡，提前捏成小蜡丸塞入七窍中，看起来和血泪一模一样。刚才只有淑妃来调研过丽嫔娘娘，而淑妃又向来和武贵妃心怀怨恨，所以够了。今日之事，朕暂不深究，但倘若日后再有人在宫中用着诡异伎俩搅乱宫闱，无论身居何位，朕必严惩不贷。朕记得你，上次秀嫔之事，你也是这般伶牙俐齿，替武昭辩白。昭儿，你身边倒藏着颗七窍玲珑心呢。陛下，许是上天怜见臣妾蒙冤，才让这车儿莽莽撞撞闯到御前，说几句真话。罢了。冷宫那种地方，你也不必回了。即日起，就回你的长宁宫吧。谢陛下旨意。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朕乏了。
陛下。恭喜宿主完成帮助武昭洗去冤屈、脱离冷宫任务，奖励可以救出父兄的关键证据一份。武昭，武昭娘娘，我有好东西给你。是什么？你去取些新制的茶来。是。你父兄和哥哥有救了。这是你父兄科举案的关键证据私抄账本，上面几笔大额打点费的日期、经手人全都和当年科举案的关键对得上。太晚了，阿婉。刑部定案就在这2日，如果此刻把证据呈上，经过层层核验，恐怕已经来不及了。那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武大人他们？我不能让父兄含冤而死。今夜正值上元佳节，我已打算劫狱。劫狱？天牢守备森严，我们如何进得去？就算能进去，又如何将人带出来？天牢的守卫可不是摆设。我有一远房表亲在西山矿场做主事，矿上开山破石，必定少不了火药。我已暗中联络，若以火药破墙，或可制造混乱，趁乱救人。那可不行，火药劫狱天牢是十恶不赦的死罪，一旦失败，不仅救人不成，你自身都难保。阿婉，爹和哥哥含冤入狱，命在旦夕，我当女儿的，岂能眼睁睁看着？你就莫再劝我了，即便是杀头的死罪，我也要去。阿婉，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放心，引信、时机、方位都已测算妥当，保准让你满意。黑火药配方、消气流、2木炭一，炼丹家的玩意儿，这会儿估计还在道士的炉里当危险品呢。待会儿我就让你们这群人看看什么叫火药的艺术。陛下，臣妾说的都是真的，他真的要趁上元节炸天牢劫狱。炸天牢劫狱，可是诛九族的大罪。朕不相信他武曌有这个胆子。陛下，前几日他连皇嗣都敢谋害，如今为了父兄，还有什么不敢的？只是臣妾担心，若真闹出炸天牢的乱子来，不仅会伤了百姓，损了天家的颜面，可就不好了。让开！陛下，是武曌！让开，都让开！他果真胆大妄为。陛下，您都瞧见了，他真的去炸天牢劫狱了。传令禁军，立刻接纳红衣女子，带到朕面前来。是。武曌，人赃并获，这次任凭你有通天的本事，也休想再翻身。走。武曌，告诉朕，业主闹事，纵马劫持，你要干什么？陛下，今日是上元佳节，臣妾见满城灯火团圆，心中悲切，感念父兄，所以就胆敢炸天牢劫狱是吗？劫狱？臣妾纵是思念父兄心切，也断不敢行大逆之事啊！陛下，究竟是何人？竟然给臣妾扣上此等诛九族的罪名啊！嘴硬！陛下，宫女听得一清二楚，他还敢狡辩。
来人呐，带人证上来。这，完了。陛下，奴婢亲耳听见武昭娘娘、阿婉姑娘说，今夜灯会人多，就算是劫狱，也要救出武大人。陛下，奴婢绝不敢弃马。人证在此，你还有何话可说？你既已说我与阿婉密谋劫狱，但我问你，我们计划何处劫，何人接应，在何处动手？奴婢只听了这一句，其他的便再没听清了。好了，下去吧。是，陛下，他就是在巧言推诿。他们密谋劫狱，芷兰能听到一两句，已经是万幸了，怎么可能都知道呢？况且他今日红衣纵马，确实形迹可疑。那你说，你今夜这身装扮，纵马疾驰，是要去往何处啊？陛下，臣妾是要去城南。是城南天牢方向，你果然是要炸天牢劫狱。来人，把武昭给朕拿下！陛下，是时候了。哇，烟花！这漂亮！竟然是烟花！武昭，究竟是怎么回事？陛下，今天是上元佳节，阖家团圆的日子。臣妾的父兄还在天牢，今日这场烟花，臣妾只是想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知道，臣妾还惦念着他们。你父兄人在天牢，你有此作为，也算是人之常情。巧言令色，陛下，你不要被他骗了，他就是要劫狱。淑妃娘娘，如果我要去劫狱，为何不偷偷出宫？我偏要穿这么一身容易被发现的红色，是生怕别人发现不了吗？好啊，武昭，你竟敢设计骗我！骗？是淑妃娘娘冤枉臣妾劫狱。淑妃娘娘，你究竟要扣多少个罪名在臣妾身上才肯罢休啊？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够了！你身为后宫妃嫔，不想着和睦恭维，反倒处处兴风作浪，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今日之事，朕看得很清楚。传朕口谕，淑妃禁足长春宫，没朕的旨意，不准出宫半步，给朕好好静思起过。陛下，臣妾知道错了，就算你不顾念臣妾，也请顾念臣妾腹中孩儿。既知有孕，就更该谨言慎行，为皇子祈福。回长春宫去，安心静养，也好好反省。陛下，陛下！武昭，就算被禁足又怎样？你没有证据，你父兄不还是要死在天牢里？证据？谁说我没有证据？这场烟花甚好，这些日子你屡次遭人猜忌陷害，受苦了。陛下愿意相信臣妾，臣妾一点也不苦。况且方才淑妃娘娘所言在理，臣妾父兄尚在狱中待审，臣妾一言一行难免会惹人猜疑。娘娘协理六宫，依规办事，本分而已，臣妾不敢有怨。你父兄入狱，你心中就不焦急？怎么从未听你向朕求过情？臣妾相信陛下。哦，为何？相信朕什么？
臣妾相信陛下圣明，自有明断，且后宫不得干政，臣妾不敢妄言。你倒是明理，科举旧案，朕会着人细查。娘娘，账本交给陛下了吗？没有。为什么？我们那么大费周章。陛下既然想查，就一定会查个清楚。我们只需要把消息放出去，陛下自会查到。费那么大劲干嘛？人呢，只会相信自己亲手查验的证据。几日不见，妹妹清简了。皇后，你来这里干什么？你和武昭是一伙的。早就想扳倒本宫了吧？如今借他人之手成了，还在这里假惺惺的做什么？妹妹说这话便不知好歹了。本宫若想看你笑话，又何须亲自踏入这禁忌之地？今日前来是念在姐妹情分，不忍看你的母族和你坠入万劫不复之地。你什么意思？陛下已下密旨，着暗卫重查科举舞弊案。你的母族怕是自身难保。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想必妹妹还不知晓，武昭有孕，刚诊出个喜脉，现在陛下龙颜大悦，正在拟旨，待她胎稳，就册封她为皇贵妃，协理六宫。你这个贱人！现在武家父子已官复原职，甚至更得圣心。若是武昭再诞下皇子，坐上皇贵妃之位，到那时，你猜他最想铲除的会是谁？别说你的母族，就是你腹中的胎儿。不能这样！我肚子里怀的可是皇子。哼，皇子又如何？武昭肚子里也有皇子。我知道你能帮我，说吧，你要让我帮你做什么？妹妹这话什么意思啊？皇后娘娘，是不是只要我杀了武昭肚子里的孩子，你就能救我的母族？妹妹，本宫可没这么说过。弑杀皇嗣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皇后娘娘，若你能救臣妾的母族，此事臣妾愿一人承担。你好自为之，记住今天说的话，你所行之事都与本宫无关。你的母家，本宫会试着安抚。你以为你赢了？还没完呢！皇后娘娘约我到这儿来，怎么也不见人了？皇后娘娘倒是贴心，特地找一僻静处，让我很是方便杀了她。就是现在，皇后已经把其他宫人都支开了，只要把她推下去，我母家就有救了。警告！宿主武昭即将遭遇致命危险，危险源物理推落，地点当前位置3点钟方向，危险等级高，请立即干预。什么？娘娘，小心背后！来人，快来人啊！救命啊！救命啊！快！娘娘！娘娘，快！哎呀，娘娘，伸手啊！抓住我！快拉，快点！快点！快使，加把劲儿！
力！我的孩子！来人！快来人啊！快叫太医！孩子，娘娘，你放心，不会有事的。你们几个快把娘娘送回宫里。你们几个去找凶手，你们去找那个穿灰衣服的女人，快！是。淑妃的戒指怎么会在这里？哎呀！陛下放心，娘娘腹中龙胎并无大碍，只是受了点刺激。脉象略显浮动，需静养安神，按时吃药，切忌再受刺激。万幸，若皇嗣有事，朕绝不轻饶。昭儿，可还有哪里不适？今日之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皇后说约你在御花园相见，怎知她人未到，你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多谢陛下关心，臣妾只是惊着了，并无大碍。臣妾等候皇后娘娘时，忽闻身后有脚步声，不及回头，便被人从后推了一把。陛下，此事都怪臣妾。臣妾本是想约武昭妹妹一起赏花，岂料竟让妹妹遭此大难。不知妹妹当时可否看清推人的模样？陛下，奴婢有话要说。阿婉，你有何话说？陛下，请看此物，这是奴婢今日在娘娘摔倒附近的草丛中发现的。这不是淑妃的戒指吗？难道是淑妃是因科举旧案，母族被查，心怀怨怼，又妒恨妹妹怀有身孕，才做出如此极端之事？毒妇，简直是蛇蝎心肠，在前朝勾结贪官，陷害忠良，好不容易平息风波，今日竟敢谋害朕的皇嗣！传朕旨意，淑妃李氏德行有亏，心术不正，即日起褫夺淑妃封号，贬为庶人。谢陛下圣恩。传朕旨意，淑妃李氏德行有亏，心术不正，即日起褫夺淑妃封号，贬为庶人。最新消息，淑妃小产，胎儿已逝，打倒淑妃任务已完成。什么？淑妃小产？冷宫那种地方，皇后娘娘怎会让淑妃把孩子生下来？娘娘，您的身子还未痊愈，这是要去哪儿？去看淑妃娘娘。淑妃？娘娘，她前几日还要害你腹中的孩子。阿婉，你不觉得此事有蹊跷吗？是挺蹊跷。那天我想告诉陛下凶手是淑妃时，你为何阻拦我？我可是替你抱不平。阿婉，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我想说的是，淑妃娘娘害我这件事有蹊跷。蹊跷？淑妃被陛下严旨禁足，宫外必有守卫看守，她是如何能避开守卫，悄无声息地溜出宫中去？再者，御花园那日，皇后娘娘恰巧约我，又恰巧因故未至，留我一人在那里。娘娘的意思是，有人和她里应外合。最让我想不通的是，她是如何在陷害我之后顺利逃脱？除非有人早已为她
安排好了后路。那枚戒指，那戒指是真，推我下水也是真，但有人故意让你发现这些东西，更是真的。是有人想借淑妃之手，既铲除娘娘和皇嗣，又要淑妃失败，成为完美的替罪羊。一石二鸟。我必须要去见他一面。不行，冷宫之敌严寒，娘娘如今身子弱，况且淑妃已成疯魔，她若是对您不利，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要去见他。那我便同你一起去。啊，孩子，李氏，武昭，你是来抢我孩子的，你是来抢走我孩子的！你走开，你走开！我的妈呀，这个淑妃竟然被折磨这么惨！谁能想到前几个月她还是个风头无两的贵妃啊！我来是想问你，是谁帮你离开长春宫？又是谁许了你无法兑现的诺言？你都猜到了，你果然不笨啊！你猜到又如何？你敢动他们？你敢去查他们？休要故弄玄虚，说！都是你这个贱婢坏了我的好事。圣皇后，你可口口声声说要帮我的好皇后。他说你怀孕了，要生皇贵妃，只要你肚子里的孩子死了，他就能救我的母家。他给我指了条路，开了门，告诉我你在哪。没想到背后的凶手竟然是皇后娘娘。他骗了我，他并没有帮我。我父兄下了大狱，母家也被抄了，连我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都被他用一碗红花给打掉了。他说是为了我好，为了不连累孩子，可我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孩子，娘娘，我们快走吧，淑妃已经疯了。走吧。武昭，你以为你赢了吗？皇后捏死你们武家，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他今天能利用我来害你，明天就能用别人。你肚子里的这个，生不生得下来，养不养得大，还不一定呢。拦住他！拦住他！娘娘，没气了。娘娘，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快走。走吧。娘娘，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切背后的推手会是皇后？这有什么想不到的？我若诞下皇子，成为皇贵妃，在这宫中对谁最不利？皇后？天哪，这哪是后宫啊，这分明就是修罗场啊！老婉，要想在后宫中平安活下去，
太难了。没事，不是还有我陪着你，我帮你。不仅要在这宫中活下去，还要成为皇后，毕竟以后还要成为皇帝呢。武昭娘娘，传陛下口谕，今日御花园景致正好，请您和皇后娘娘一同到揽月亭坐坐，赏赏景，说说话。陛下雅信，臣妾自当遵从。请公公回禀，我稍作整理便去。是。陛下还说，让娘娘慢慢来，不着急。奴才告退。陛下今日可是好兴致啊，居然约皇后娘娘和您一同上祭。和皇后娘娘一起。永昌10年冬，赵妃于御花园遭惊扰，致小产，龙疫妖，帝震怒，依皇后挟私怨，纵宫人冲撞，遂收其宝册，建筑长宁宫，实夺其权柄。永昌10年。就是今年冬天。阿婉，你怎么了？不行，你绝对不能去。傻姑娘，又说什么胡话了？我刚刚都应了陛下，自然是要去的。不行，真的不能去。为何不能去？阿婉，你今日怎么了？娘娘，你今日若是去了，腹中的孩子可就保不住了。阿婉，你又在说什么孩子气话？我只是去赴约，孩子怎么会保不住？哎呀，我看你今日心绪不宁，还是不要和我一起去了。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保住武曌的孩子。今日风光甚好啊，难得你二人能有空陪朕闲坐片刻。赵儿近来气色不错，太医说胎相稳健，朕心甚慰啊。都是陛下和皇后娘娘照顾得好。臣妾听闻皇后娘娘擅长做桃花酥，昨日还听宫人议论，说娘娘研制了新方子，这引得臣妾肚子里的馋虫都动了，不知有没有这个口福啊？哼，朕看你啊，就是自己贪吃，拿孩子当借口。陛下冤枉，分明是这个小家伙嘴馋，在肚子里踢臣妾呢。皇后娘娘，你可得替臣妾作证啊！妹妹说笑了，陛下，武曌妹妹有孕辛苦，想吃点新鲜吃食也是常理。春花，去将本宫今早做的那匣子荷花酥取来，记得是嵌了罗钿的沙红色食盒。是，娘娘。妹妹尝尝合不合口味？用的是去皮的莲蓉，加了些蜂蜜与藕粉，应是清甜不腻。谢娘娘厚爱，光是看这成色，就便是佳品。警告：检测的高浓度混合堕胎成分，危险等级最高，请立即阻止。娘娘不能吃！娘娘不能吃！怎能如此莽撞？阿婉，皇后常常成何体统？陛下，这糕点有毒！你说什么？放肆！你可知你在说什么？污蔑中宫可是大罪。陛下，奴婢没有信口雌黄。这糕点……陛下息怒，皇后娘娘息怒。阿婉这丫头，自从臣妾上次被淑妃推倒之后，就变得草木皆兵。刚才恐是关心则乱，
口不择言，还请陛下和皇后娘娘看在他为主担忧的份上，不要责怪他。陛下，自五妹妹入宫以来，与本宫最是投契，我疼她还来不及呢，又怎会做害人之事？这当中必有误会。瞧，都是阿婉这丫头闹的。皇后娘娘亲自赏的点心，怎会有差？娘娘宫里的手艺越发长进了，妹妹喜欢就好。娘娘，你怎么了？怎么了？不好，娘娘肚子里的孩子有危险！陛下，娘娘，肚子好重，你没事吧？太医，快传太医！这是怎么了？快传太医！是你，皇后，是你在荷花酥下毒，你要害死5兆肚子里的孩子，你好狠的心啊！什么？陛下，臣妾冤枉啊！臣妾与5兆妹妹情同姐妹，又怎会做伤天害理之事？一定是有人陷害臣妾。陛下，孩子，我们的孩子，陛下！住口！证据确凿，你还敢狡辩？这……陛下明鉴，陛下，臣妾愿以性命以周公之为起誓，这糕点里绝无下毒。你赶紧滚开！这……是谁？是谁陷害本宫？目标糕点材料物检测无毒，但轻于蝶边缘，使用者唇齿接触区域检测的微量高纯度藏红花粉末及滑石粉混合材料。糕点无毒，不是皇后要害5兆，是她亲手害死了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不好，没保护好你的孩子。阿婉，不怪你，这个孩子原本就是留不住的。其实在被救那日，太医就曾私下告诉我，胎气大动，龙胎根基已损，就算有再多的名贵药材强行保胎，最多也只不过强撑足月，终究是保不住。所以既然横竖留不住，何不让这孩子在离开前，再为他的母亲，为他的外祖家做最后一件事？所以是你亲手杀死了腹中的孩子，就是为了扳倒皇后。扳倒他谈何容易？她是中宫皇后，母族显赫，又育有太子，单凭一次毒害，陛下震怒，最多也只不过废后幽禁，动不了他的根本。所以您，陛下虽立太子，但太子性格急躁，行事暴戾，早已不得圣心。我此次流产，陛下亲眼目睹，对皇后的厌弃憎恶也到了极致。若此时太子出面求情，触怒皇上，所以您是想让陛下将对皇后的怒火一并牵连给太子，动摇国之根本。只要陛下对太子彻底失望，皇后一党便失了根本。得逼到什么地步，才能对自己下这么重的手？以前的阿婉胆子很小，从来不敢在皇帝面前为我说话，可如今的阿婉好像变了一个人。阿婉，这条路注定铺满白骨，我早已无路可退，没有回头路了。你会陪我走下去吗？我会陪你一直走下去。父皇，母后不可能想要害武贵妃的孩子。
这其中定有什么误会？赶紧让他滚！父皇，太子殿下，您快请回吧。陛下正在气头上，说什么也听不进去的。皇后娘娘是无辜的。滚！太子殿下，您请回吧。阿婉姑姑，父皇真的说今天陪我玩蹴鞠吗？是啊，陛下说一完正事便来，十殿下先在殿外候着，好不好？见过太子哥哥。我的球，这是父皇赏我的，你快松开！父皇赏你的？我的球，你快赔我的球！我要告诉父皇。这太子果然如娘娘所说，性情急躁暴戾，连这么小的孩子都要欺负。殿下，十殿下年幼，若殿下有冒犯之处，奴婢代他向您赔罪。陛下此刻正在殿中，若听闻声响，狗奴才还敢管我的事？奴婢不敢，奴婢只是好心提醒殿下。不哭不哭，姑姑带你去找太医。真是个麻烦精，如此没用，走两步还能摔着，还不如死了干净。你说什么？陛下，父皇，看来是朕平日对你太过纵容，才让你变得如此凉薄刻毒。从今日起，闭门思过3个月，抄写《孝经》《礼记》100遍，东宫用度减半，没有朕的旨意，不得出宫半步。父皇息怒，父皇开恩啊！儿臣只是一时失言，绝非真心。师弟受伤，儿臣也很心焦啊。父皇，不要罚太子哥哥，是儿臣自己不好，没看路，球滚到坡下，儿臣太想捡回来，不怪太子哥哥。父皇，是师弟自己摔倒的，跟儿臣没关系。哼，送十皇子回宫。是。好生照料。传御医。是。禁足之法，照旧。抄写的经文，一个字都不许少，好自为之。史书记载，后继晋太子玄禁足东宫，东宫属官13人下狱，羽翼剪除殆尽。皇后倒台只是开始，下一场风暴已经悬在东宫上头了。姑姑，我们回去吧。好。小福子，你跟随太子多年，是本宫最信得过的人。奴才惶恐，愿为娘娘肝脑涂地。如今本宫被禁足，耳目闭塞。陛下近日对太子屡有斥责，长此以往，恐生大变。东宫不能没有倚仗。这里有些金叶子，你务必亲手交到青天剑张大人手里。今日陛下不是常召他问天象吗？让他在陛下问及国运子嗣时，稍稍提及太子的德行与星象相合，偶有祥瑞之兆的暗示。回娘娘，这私通青天剑，妄议朝廷储君，是诛九族的大罪啊！谁说让你妄议的？张大人是聪明的，他知道该怎么做。这不是贿赂，
是体恤。太子好了，你我张大人才有好日子过。他青天剑清苦，也该添些香火钱了。你只要把东西送到，把话传到，其余之事皆与你无关。奴才遵命，奴才定办得干净利落，不留半点痕迹。去吧，做事要稳。近来天象如何？陛下，此维新稳固，主国本安宁，且东方星宿近来明亮异常，其谓正应东宫，此乃储君贤德，上应天象之兆啊！你是说太子？天象所示，确与东宫相应。臣夜观天象，祥瑞之气聚于东宫之上，此为吉兆。太子未来必能成就一番伟业，成为名留青史的明君。太子今日在做什么？回禀陛下，太子日夜苦读，太傅常赞其勤勉。去把太子叫来。宣太子殿下觐见。宣太子殿下觐见。太子到。儿臣拜见父皇，不知父皇召见有何训斥？方才钦天监禀报，近日天象大吉，祥瑞之气汇聚东宫，主储君贤德，上应天命，未来可成明君。你说张爱卿所言对是不对？回父皇，儿臣惶恐，所言想必有所依据，儿臣必然更加勤勉修德，不负上天厚望，亦不负父皇栽培。好一个想必有所依据！小福子，奴才在。你近日可去过钦天监吗？陛下饶命！奴才只是奉了。奉了什么？说。是皇后娘娘，是皇后娘娘见陛下日夜操劳，心系天下，才派奴才去钦天监请张大人，请张大人在合适的时候为太子美言几句，以彰显殿下德行。奴才该死！陛下息怒，是臣一时糊涂，受了这阉人蛊惑，陛下饶命啊！父皇，儿臣对此事毫不知情。哼，毫不知情。你的母后为了替你造势，竟敢勾结朝廷命官，虚构天象，妄议天命。太子啊，朕还没死呢！来人，传皇后，立刻！父皇，母后她只是一时糊涂，还请父皇开恩。此事皆因儿臣而起，儿臣愿意承担全部罪责，还请父皇不要迁怒于母后。哼，你拿什么承担？这江山，这社稷，等你真正的坐上这把龙椅的时候，再跟朕说承担二字。啊！臣妾参见陛下，不知陛下急召臣妾，所谓何事？所谓何事？皇后，你告诉朕，这上面所写的“东宫祥瑞，储君天命”是什么意思啊？朕的钦天监何时成了你宫里的应声虫了？臣妾，朕问你，
是不是你指使着奴才去勾结钦天监，编造此等欺君罔上、祸乱朝纲的谎言？皇后，你好大的胆子！陛下，臣妾知罪，臣妾铸下大错，任凭陛下处置。可是陛下，太子日夜苦读，对您孝悌有加，对朝政尽心学习，他是无辜的。勤勉贤德，就需要用这等诡异伎俩来证明吗？臣妾只是想借着天象之术，给太子增添几分声势，稳住国本。臣妾绝无僭越之心，更不敢诅咒陛下。母后，别说了，是儿臣不孝，是儿臣无用，连累母后。太子李玄德行有亏，纵容母族结交近臣，妄议天命，其行已不堪储君之位。陛下，父皇，陛下，储君位乃国本，岂可轻言废立？陛下若强行废除，恐违天意，动摇国运呐！陛下三思，太子乃元后嫡出，名分早定，且皇后母家世代忠良，与国有功。若骤然废太子，恐寒了勋救臣子之心。还请陛下顾念旧情，以江山社稷为重。你们，陛下，臣妾知罪，让太子不能废啊！您就算不念在咱们多年夫妻情分，不念太子是您的骨血，您也想想，臣妾的父兄，他们镇守边关多年，忠心耿耿。若是知晓太子被废，该是多么的痛心疾首！您再想想太后娘娘临终前的嘱咐，陛下，难道您都忘了吗？好啊，好得很啊！皇后，不仅违抗朕命，还敢用你母家的兵权，用太后的名号来压朕呢？这天下到底是皇后的天下，还是朕的天下呀？陛下息怒，传朕旨意，皇后失德，干涉朝政，恃宠而骄，更见母家之事，妄图胁迫君上，不配！以天下从即日起废除其后位，贬为庶人，打入冷宫。没朕的旨意，有事不得踏出半步。陛下，还愣着干什么？拖下去！陛下，陛下，陛下！陛下，万万不可！废后之事牵涉国本，更关联边关稳定，皇后母族手握重兵，若闻此讯，恐生祸乱，请陛下速速收回成命。陛下，皇后母家世代忠良，功在社稷，恳请陛下以大局为重，勿要因一时之怒铸成大错。求陛下收回成命！求陛下收回成命！求陛下收回成命！好啊，好个以大局为重！你们是不是觉得朕这个天子，朕就该受着你们的摆布？朕就应该惧怕你们手中的刀兵？哼！朕今天就要让你们看清楚，让这天下都看清楚，谁才是这江山的皇帝！停止！太子僭越，不堪主位；皇后失序，携外戚之事干政，更兼教子无方，其二人罪不可赦。朕顺应天意民心，废太子为庶人，捐进宗人府。废后之事，以前旨所述，即刻执行。陛下，再有妄议者，以同谋之罪论处，绝不宽待。
整个后宫里啊，也就你这儿能安着松快片刻，不争不闹，最是省心。能伺候陛下，让陛下舒心些，是臣妾的福分。这后宫祥和，也是托陛下之福，妾身不敢添乱。你向来懂事，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在这后宫之内，有些心思动了。陛下明察秋毫，臣妾不敢有丝毫非分之想。正因如此，臣妾思绪良久，有一事，臣妾恳请陛下恩准。何事？臣妾恳请陛下，以后无论发生何事，都无需考虑将十皇子过继到妾身名下，妾身自愿放弃，对十皇子一切过继权利与名分。你可知你在说什么？这后宫之内，母凭子贵是常情。十皇子聪慧仁厚，有多少人暗中羡慕能抚育他？你此刻放弃，等于给自己断了一条后路。妾身知道，正因知道，才要做此选择。妾身抚育十皇子，是真心喜爱那孩子，更是将他视如己出。但也正因如此，更不能将这份私心玷污了陛下的圣名。近来宫中有一些闲言碎语，揣测妾身借着十皇子觊觎后位，更是牵扯前朝。妾身不愿陛下因此为难，更不愿十皇子成为众矢之的。妾身所求，不过是能常伴陛下左右，静心伺候。你当真如此想，不后悔？妾身绝不后悔。爸，800里加急军报，边关告急。呈上来。速召兵部，书密案大臣，速来御书房议事。陛下，边关戎狄此次集结迅速，来势汹汹，而我边军粮草、器械调运屡有迟滞，恐非天时不利，实乃……说下去。臣恐有人中饱私囊，延误军机呀！你们且去外间候着，容朕再思。你觉得这件事更该怎么办？妾身不敢妄议朝局。妾身不懂那些家国大事，只知边关将士浴血，若背后遭此注石，实在让人心寒。当务之急是先稳住大局，保证补给畅通。你有何想法？陛下，臣妾方才看到那涉嫌贪渎的转运副使中，有一人是妾身的表亲。无论他是否涉案，在此敏感之事，妾身亲族涉足其中，已难免惹人疑窦，更令陛下为难。妾身斗胆建议，可将此人调离钱粮要职，明降其官阶，发往无关紧要之处。此举向天下表明，陛下对贪腐绝不姑息，即便牵连公眷亲族，亦严惩不贷。
可安边军之心，亦可震慑宵小。哦，你就没有怨言？此人虽与妾身略有亲缘，但国法军纪重于一切，妾身毫无异议。娘娘，奴婢实在不明白。你不明白什么？您为何主动提起内远亲之事？不仅不保他，还让陛下贬他的职。还有之前您主动放弃十皇子的过继名分。娘娘，咱们是不是太忍让了些？张婉，你跟本宫这么多年，看这宫里最看重的是什么？陛下的恩宠。是陛下的心，而陛下最厌恶的就是被人算计，被人掣肘，失去掌控。陛下是雄主，他想要的是江山稳固，皇权独揽。太子殿下为何屡屡受挫？不只是因为他的言行失当，还是因为他的急切，他的不断扩张，让陛下感受到了危险。所以我不能成为那个危险。放弃过继名分，主动处置那远亲，是向陛下表明，在我心里，陛下的权威、朝廷的法度、边关的稳定，都远重于我那微不足道的亲族私利。可是娘娘，那咱们的损失也太大了些。损失？不，我们这是以退为进。我损失的不过就是一个易惹是非的虚名，而我得到的是陛下更深的信任。学到了来自满级宫斗家的真传。恭喜娘娘，贺喜娘娘！天大的喜讯！边关800里，加急捷报，我军大破戎狄，斩首万余，残敌已远遁漠北，边关之围已解，大捷啊！王公公，娘娘，喜事可不止这一桩，我是来传陛下口谕的。传陛下口谕：武昭书慎性诚，勤勉柔顺，永和翠纯。自侍奉以来，温公茂助，屡有佳言，必益朕心。今值此大喜之时，宣加宠以彰其德，着晋封武昭为皇后，统摄6宫，目敌天下，钦此。谢陛下。太好了！恭喜宿主，任务完成70%。陛下，此物是从武昭之父武承嗣书房暗格中取出，形制纹样与传国玉玺别无二致，唯背面多刻有应天承运、五代理星8字衬言。陛下，这是从武士书房里搜出的边关28处烽燧布防图，墨迹还没有干。好一个武承嗣，竟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陛下，奴家冤枉。娘娘，如今陛下正在气头上，咱们这么跪着也不是办法。我武家世代忠良，断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娘娘，您不觉得奇怪吗？张大人和王大人昨日才参加完武大人的寿宴，怎么今日就反告武大人企图谋国？你的意思是，有人设局害武家？父亲平日在朝堂上从不输敌，到底是谁想要陷害武家？娘娘，您别跪着了，陛下是不会见你的。王公公，陛下对武家的处决是什么？
陛下，求您宽宥武家。皇后娘娘，天冷，您就别跪着了。张大人、王大人，家父平日素来与二位交好，今日为何要做出如此诬陷武家之事？皇后娘娘，何来诬陷一说？家父为人本分，一个连奏章上溢美之词都要反复删改的老实人，怎会去碰玉玺？你更别说边防图了。我们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哎，二位大人，二位大人，若是背后有人指使，能否将背后之人告知武昭？他日武昭一定会感念大人们这份恩情。娘娘，老臣劝您一句，此事已经不是后宫所能涉足的。前朝水深，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如果再追问下去，会引火烧身的。但求二位大人告知武昭。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经查，户部尚书武承嗣私藏禁物，暗绘边防，心怀叵测，触犯天威，本应严惩，念其旧日威功，着革去所有官职，流放滇南，永不得返，钦此。陛下，陛下，臣妾冤枉。娘娘，陛下现在不想见你，请回吧。娘娘，这一定有问题，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从查出不防图、玉玺到武大人被流放期间，用了不到1天的时间，这肯定有蹊跷。陛下甚至都没有动用刑部调查，就像是被提前安排好了一样。所以能有此能力的人只能是……陛下。我曾替父兄多次向陛下表明我武家的忠心，甚至让哥哥甘愿自降官职，就是为了降低陛下对武家的疑心。可我万万没想到，陛下竟是个如此多心之人，非要将我武家逼入绝境不可。娘娘，陛下为何如此？因为帝王行事从来不是看臣子今日是否忠心，而是看明日是否会成为威胁。我父掌户部钱粮，我弟我边关兵权，我又是十皇子的养母，太子被废，他日十皇子若登基，外戚之权便足以架空皇权。陛下如今解除武家羽翼，就是替未来的行军扫除最后一道障碍。这不就是顶级职场卸磨杀驴吗？娘娘，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入宫一步步走到现在，步步为营，事事谨慎。当初为救父兄，被迫成为皇后的棋子，如今成为天下主母，原以为不争不抢，父亲便可以安享晚年。可我独独忘了，这是天价的生死场。做一个棋子，有没有翻盘的机会？恭喜宿主，开启终极目标，助武昭称帝。娘娘，陛下马上就来了，东西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这花开得甚好啊！
父亲，女儿不孝，今日焚尽吴家执念。自此以后，女儿心中唯有陛下与皇子，再无母族牵挂。来了，愿这把火烧干净前尘往事，也烧醒我这颗痴心。你在干什么？身为皇后，竟敢在宫中私行焚祭，你可知这是冒犯宫规祖制？陛下容禀，臣妾并非在宫中祭祀，臣妾只是焚祭父亲寄来的家书。家父犯下如此大错，陛下仁慈，并未牵连臣妾，臣妾羞愧难当。今日焚尽这些书信，是要表明心意。自此刻起，臣妾心中唯有陛下与皇子，再无母族思念。不愧是想要成为皇帝的女人，这顶级的演技和超强的忍耐力，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皇后娘娘孝义两全，既不忘生恩，更与陛下以江山为重，这般深明大义，实乃后宫之范。起来吧。谢陛下。你管教十皇子辛苦了，今晚朕便在你宫中用膳吧。谢陛下挂心。去准备一些陛下爱吃的饭菜。是。走。娘娘，陛下的疑虑应该消了吧？没有，他怎会不知道我在跟他演戏？只是这场戏要再真一点。这还不够真？为了表忠心，亲爹流放，连亲爹的消息都不看，不愧是个狠人。陛下，这是臣妾亲自为您剥的莲子，您尝尝。皇后有心了。娘娘，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陛下。慌慌张张的成什么样子？没看到陛下正在用膳？娘娘，您父亲，武大人还在流放途中，因病去世了。这毕竟是亲生父亲。陛下。纵使生身之父，他所犯亦是谋逆大罪，臣妾不敢忘，更不敢原谅。可是娘娘，这是您父亲留给您的遗物。丢了。娘娘。参见父皇。起来吧。皇后娘亲，你哭什么？是做错什么事了吗？孩儿不想看到皇后娘亲哭。娘亲没有做错事，娘亲只是惹父皇不开心了。父皇，今日吴太傅教儿臣孝经时说，亲亲相依，可儿臣觉得皇后娘亲此刻心里一定比儿臣背书错了还难受。您能不能先不生气了？你小小年纪已经懂得体恤人心了。
起来吧，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朕还不至于迁怒。谢陛下。皇后娘亲，那手镯是你的吗？你若是喜欢这镯子，娘亲便将它融了，做出一副长命锁给你，好不好？谢谢娘亲。娘亲，儿臣肚子饿了。那正好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膳吧。朕也好久啊没体会这种天伦之乐了。太好了。你也起来吧。谢陛下。来，吃菜。武曌这一招，既和米家撇清了关系，又向皇室示好，这一招还真是一石二鸟。太好了！信上说，父亲在途中突发恶疾，幸好有我们提前安排的人暗中照应，这才得以救治。父亲现在已无大碍，已在安全处静养。皇后娘娘，我们为武大人做的这些，让武大人假死，真的能瞒过皇帝吗？不能，我们现在只是暂时放松了皇帝的警惕。明日一早，我便递交一份罪结书，自请于佛堂闭门思过，为陛下、皇子诵经祈福。什么？那复仇计划怎么办啊？复仇？我要的并不是这一时之快。明日起，后宫所有人都会觉得我武曌已经是个心灰意冷，只顾着吃斋念佛的可怜人。而这盘棋局，从现在开始，才正式落子。BOSS 终于要放大招了。既然陛下想替未来的君王扫清所有障碍，那我便反其道而行之，换掉皇子的老师。娘娘，您要的人找到了。让他进来吧。是。10年了。草民周云阶参见皇后娘娘。周大人为何不进来？这坎内是娘娘的棋局，坎外是老夫的余生，几两清，又何必再涉这浑水？好一个老狐狸啊！那昨日周大人为何还要应下我的约？草民隐约是想亲眼看看当年那个躲在父亲书房门后偷听我们论证的小丫头，如今活成了什么样？草民更没想到，当年那个小丫头，她竟然学会了用自己父亲的命换取头上的凤冠。你没有证据就不要随口污蔑。阿婉，娘娘，我是在为你抱不平。他们又怎么会知道你的苦楚？够了，阿婉。周先生骂得对，可您有没有想过，当年若不是本宫忘恩负义的划清界限，今日您能见的并不是冷宫佛堂里的武曌，
而是乱葬岗上武家满门的白骨。可怜你父亲，在牢狱里受尽了煎熬酷刑，他还一直挂念着他的昭儿，是否会因此而遭受牵连？周伯父，武家获罪，满朝文武唯有您拼死上书，这份恩情，武昭从未敢忘。连累您削官去职，这是武家欠您的。今日请您来，并非是想再拖您入灵坛了。够了！老夫如今活得很清静，教了几个孩童识字，替邻人写状纸，不想再做谁的棋子了。周大人，请你留步。你说你教蒙童识字，那上个月你暗中资助父亲赶考寒门学子30两银子，也是图清静。你替人写状纸，又为何专挑佃农告地主的案子？你在暗中调查我？并非调查，只是周大人仁爱之心，世人可见。少用这花言巧语来讨好老夫。周大人，你藏的究竟是风还是不甘？周大人，你以为远离朝堂就能卸下担子？你分明是在用清高折磨自己。那也总好过在朝堂厮杀，最后像你父亲那样落得个流放暗杀的下场。周大人难道不希望有朝一日，寒门学子无需攀附权贵，也能金榜题名，忠直之臣不用时刻担心因言获罪？百姓提起朝堂二字时，眼里不再是恐惧，而是期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即便心有不甘，可我为何非要卷入这储位之争啊？本宫求你教导十皇子，不是叫他做武家的盾，是叫他做武家的刀。当年满朝文武皆知武家科举案有冤，却无一人敢做孤臣，陛下为何非要除掉武家？因为帝王眼里容不下众望所归。那娘娘眼下又何尝不是在逼十皇子当孤臣？错了，十皇子并非孤臣，他还有本宫，还有您，还有整个武家。你想做吕后？周大人若执意不答应，那本宫便砸碎这最后的情分。妈，你怎么会有小暖的玉？周伯伯难道忘了，我与小暖自小便交好，我和小暖一同入宫，当时他把这块玉交到我手中，就是希望我在宫中能够平安。我的女儿啊！当年小暖的死，就是因为被选入到盐税案中，所以才被灭了口。啊？什么？当年宫中来报说小暖是意外失足，溺水而亡啊！小暖事事谨慎小心，我从来不相信他会意外身亡。小暖他到底得罪了谁？小暖去世前一晚跟我说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当时我只顾着他惊慌的表情，却没来得及仔细问什么事情。周伯父，难道你不想给小暖报仇吗？
无招啊，无招！你竟用我女儿的死因来笼络我，加入你的利益集团。周伯父，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害死小暖的凶手稳坐朝堂吗？好，我答应你。可如今老夫一介草民，无官无爵，又如何进得了那宫门呢10日后，陛下下诏重启弘恩馆，遴选天下通晓经书的布衣大儒为皇子试读。主审官是本宫的人，您的名字已在荐书首位。原来娘娘早就料到老夫会答应你。周大人，弘恩馆的遴选主题。不必。皇后娘娘，告辞。难道这就是大师级学霸的自我修养？娘娘，你猜的果然没错，皇子的老师吴大人果然和李元家的旧部有联系，而且还曾收受贿赂。这是账本。本宫原以为他只不过是棵墙头草，没想到他竟是李元家安插在皇子身边最深的钉子。更可怕的是这里，去年春猎围猎时，石皇子受伤坠马那次，吴大人恰好提前换掉了石皇子惯用的马鞍师傅，而且账上写着，事发3日前，李府给予了他3000两的修缮费。好啊，主意都打到皇子身上去了。李元家的旧部与三皇子走动频繁，昨日御史台上书极力举荐三皇子，称其文武兼备，颇有太宗遗风。哼，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与本宫打擂台了。娘娘放心，周大人已经通过弘武馆的遴选了。接下来就是将周大人送到陛下面前了。阿婉，好。吴太傅，朕竟不知你读这通鉴，读出此等心得。玄宗晚年代政，似与今上卷朝相类。你这朱批写的是前朝史，还是朕的启示录？陛下明鉴，臣的朱批历来只录历代得失，怎敢妄议天言？这定是有人篡改书册，故陷于臣啊！这老古板的四气，我练了半个月，果然派上用场。这太傅往日克扣皇子点心钱，私下收受门生孝敬的烂账，我可是一笔没下边啊！顶多是帮陛下早点看清明氏的真面目罢了。篡改，构陷，那太傅不妨解释解释，你书房暗格里那3万两来路不明的银票，还有你门生强占民田，却屡屡被你压下的卷宗，难道也是旁人硬塞进去的不成？即日起，革去所有官职，永不得踏入宫门半步。谢陛下开恩。终于该周大人上场了。
你在这里，倒看着比凤仪宫更尽心些。佛前不敢不尽心，臣妾是在为陛下，也为自己赎罪。这些日子看着十皇子，朕有时就在想啊，若他真不是那块料，这江山朕该托付给谁呢？陛下正值盛年，无需忧心太远。十皇子心性纯良，只需良师引导即可。良师，朕该去何处寻那良师啊？朕甚至觉得呀，这龙也烫的，根本没人接得住。那陛下有没有想过，这江山或许不需要一个最像您的皇子，而是一个最懂百姓苦的君主。十皇子昨日还问臣妾，为何宫外送来的米里会有沙粒？他会心疼米里的沙，未来就会懂山河的创。那你呢？若朕要你替朕看着江山，你接得住吗？陛下说笑了，臣妾只懂念佛。这佛堂阴气重，待久了伤身。陪朕去御花园走走吧，那里的腊梅该开了。是。殿下请看。殿下，这青蛙虽小，却能一跳一跳向前去，是因为他知道用这腿蓄力，瞅准落处再起跳。这治国亦是如此，有时候一时的退让，其实是为了下一步可以跳得更稳。说得好啊！参见陛下，皇后娘娘。免礼吧。参见父皇。母后。周青这道理讲得通透啊！治大国如遇小蛙，进退之道竟在这方寸指间，说尽了呀！陛下谬谕了，老臣只是借着小玩意儿让殿下明白，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一直向前，而在于知道该何时蓄力，何时腾跃。好，有你这般明白人教导皇子课业，朕便放心了。从今日起，便由周青来负责十皇子功课吧。臣必定不负陛下所托。恭喜陛下为皇子觅得良师，能将深理化为浅言的先生，才是真正懂教诲的人。娘娘这步棋埋得深啊！周云间那手折纸蛙的功夫，可是足足练了3个月，就为了等这一天。既如此，今日便由你陪同皇子用膳，也让他与你多亲近亲近。是。先生，我能学折纸蛙吗？自然是可以的。你先学会折纸蛙，臣再教殿下如何让他去到他该去的地方。陛下，时辰不早了，该回宫了。晚膳过后，便将皇子的功课送到勤政殿吧。是。
下，江淮7月水患，晋北9月蝗灾，今岁秋粮恐不及往年6成。各州府请求减免赋税、开仓放粮的奏章已积压70余道。6成？朕记得3月上报的是风调雨顺，丰收在即。这半年来，你们都是蒙着眼睛管天下粮仓的吗？陛下息怒。师弟，父皇现在正在气头上，我们还是不要触眉头了吧。你们2人过来。啊！儿臣参见父皇。平身吧。谢父皇。父皇，这位大人刨脚泥土未干，举世舟车劳顿许久，父皇还请不要责怪他了。去将那2筐谷穗抬上来。是。朕今日便考考你们2人。这2筐稻谷，一筐来自江南鱼米乡，一筐来自西北旱灾地。朕要你们各取1筐，说说为何选它，又该如何处置。父皇，儿臣选饱满的这1筐。哦，说说为什么？此筐粒粒分明，可见农事得法，水土丰沃。那你又如何处置手中这筐谷呢？将此谷定为贡粮标准，颁行天下，命各州府择优上贡，劣者罚。如此，农户竞相精耕，不出3年，我朝粮食必冠绝四海。好，那朕问你，若江北旱地，西北瘠土，天生就种不出这种贡粮，那是该罚天还是罚地？父皇，儿臣之意是立优等标杆，激励天下农事。可有些质地若先天不足，可酌情减免。哦，那若减免之后，仍种不出贡粮呢？那便严刑重罚，重罚之下，地方官自会设法统筹。哼，那你呢？也和你哥哥一样吗？父皇，儿臣选这1筐。哦，说说为什么？此谷上有虫蛀，说明未滥用农药，筐中杂草丛生，证明收粮仓促，这分明是灾年的抢收粮。那你该如何处置呢？儿臣要请太医署查验此谷虫蛀是否带疫，若有，则速查灾区疫情。再请户部对比此谷与往年同产地粮赋册，若往年丰产而今年锐减，恐非天灾，而是人祸。朕问你，若太医署验出虫疫，户部也查清是人祸，然后呢？疫情蔓延时，是先杀瞒报的官，还是先救染病的民？人祸查清后，是除掉所有的蛀虫，让衙门瘫痪，还是留下一部分可用的人，先来赈灾呢？父皇，儿臣认为皇后娘娘到。哼。拜见母后，拜见皇后娘娘。臣妾听闻陛下召见皇子久违回宫，特来提醒陛下服药时辰。娘娘，此乃前朝政事。张大人多虑了，
本宫只是恰巧听得陛下在考教皇子名声之道，这既是国事，也是家事。说起家事，本宫前几日倒是听到了一件新鲜事。春江淮水患时，张大人家3公子却能在西湖画舫上一掷千金，买下千里饿殍图的真迹。张卿，可有此事啊？陛下明鉴，臣忙于公事，犬子行径实不知情，是臣教子无方啊。张卿既然管不好家事，让朕便替你管。即刻起，停职3月，闭门整治家风。至于江淮粮税，传朕旨意，免江淮3年粮钱，缺额便由张卿停职期间的俸禄以及其子购画赃款抵扣。若是不够，便由张府在苏州的茶园、江宁的绸庄低价抵税。臣领旨。臣谢主隆恩。哎，十皇子今日能以谷物之威见证百姓之坚，朕心甚慰。此物跟随朕20年，今日便赐予你了。儿臣多谢父皇。看来陛下是有意让十皇子成为继承人了。都退下吧。儿臣告退。陛下今日心神过甚了，臣妾已命太医叔备了凝神汤，不如先移驾暖阁歇息片刻。好。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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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陛下，此乃长久劳神所致虚损之症，在下只能开几副温和调理的方子，徐徐滋养，慢慢便可好了。按方子调理吧，只是朝政复杂，怕是静不下心来。药啊，记得要煎得浓些。是。陛下且安心静养，朝事再重，也重不过龙体。臣妾明日再来看您。赵太医，皇后娘娘。赵太医，方才诊脉时，指尖顿了3次，可是陛下的脉象另有隐情。娘娘恕罪，陛下之症已是沉疴入髓，如今全凭人参吊着一口气，以脉象看，怕是熬不过这个冬了。脉按止血，操劳过度，还需静养。若让本宫在太医院记录上看见不该有的半个字，微臣知道该怎么做。微臣先行告退，还需斟酌药方。你来了，这几日辛苦了。臣妾不辛苦，只要是为了陛下，臣妾做什么都值得。你恨朕吗？陛下说笑了，臣妾是陛下的人，怎么会恨陛下？朕知道，
你一直在忍，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当年你们武家的势力如日中天，你哥哥掌握着北境全部的势力，只要你武家想，随时可以夺走朕的这把龙椅。可是武家没这么做。对，武家没有。武家对陛下一直忠心耿耿，可陛下为何还要赶尽杀绝？武家没这么做，可不代表他以后不会。朕这辈子杀过兄弟，逼死过儿子，算计过所有人。你以为你在朕面前的那些表演，朕会看不出来？你暗地里保下你的父亲，朕会不知道？可陛下为何要放过武家？为何要放过我？难道就不怕武家卷土重来吗？朕给你们武家留活路，是因为这盘死棋就剩下你们这一颗活子了。太子暴力无能，其他皇子要么外戚势大，要么被藩王裹挟，只有十皇子，他是在你身边长大，他背后站着武家军。陛下，臣妾与武家定当竭尽全力辅佐十皇子。朕这辈子从没看错人，唯独你。谢陛下抬爱。拿纸笔来。王公公，传中书令刘辉与枢密使周延入殿。是。看来你今天是做足了准备呀。陛下，有中书令笔录，枢密使见证，这诏书才能如您所愿，稳稳当当的传到该听的人耳中。臣参见陛下。朕以天子之名立诏，十皇子李恒仁孝聪慧，即日起立为皇太子，若大行，由其继承大统。然朝政皆由太后武士赞赦，待太子即冠，其行还政。陛下，快传御医！陛下驾崩了！陛下驾崩了！陛下驾崩了！光载元年地崩，十皇子李恒继位，改元垂拱，尊皇后武氏为明德太后。因先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垂帘听政。陛下，诸亲，
先帝临终前留有一道口谕：延税之弊，荼毒民生。新朝当手清此患，今日便从一桩旧案开始吧。宣户部盐铁司主事赵康上殿。臣叩见陛下、太后娘娘。盐税账册已全部。账册之事容后再议。永昌3年7月初9，赵主事，你在何处？臣那日休沐。永昌3年7月初9，申时3刻。赵主事人在何处？臣已经说过了，臣那日休沐。内务府记账显示，申时2刻，你领了队牌出宫，于酉时方还。这一个时辰，够从玄武门到碧沼池往返3趟了。臣当时去银座局核对盐税，银锭成色了。刚刚赵大人不还说自己在休沐吗？怎么现在又去核对银锭成色了？臣记错了。巧了，银座局当日因雷击走失，全员扑救，根本无人办公。赵主事难道是对着空衙门对了整一个时辰？太后容禀，那日银座局虽没办公，但臣确实在库房外等候。雷击走水后，臣在帮忙抬水，宫门守卫皆可作证。太后若不信，可传当日玄武门守卫百户赵四问话。赵四，3日前因盗卖宫中兵器已被下狱。这是从碧藻池淤泥里捞出来的鎏金扣，内监符制从未用过此扣。太后娘娘，这是什么意思啊？本宫说的是永昌3年7月初9，碧沼池畔，女使周小暖坠水身亡之事。周小暖，臣不记得了。不记得？那挨一脚便替你想。传太监刘宝。奴才刘宝参见太后陛下。刘宝，赵主事，你可还记得？回太后，奴才记得。那你说说，还记得什么？当日是赵主事推周小暖下水的。你胡说！太后娘娘，她血口喷人，臣没有加害过周小暖呐！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狡辩？谢赵康官带押入昭狱，其家产即日查封，凡涉盐税案件，3日内自首，可免族诛。吴昭，你以为杀了我就可以堵住天下悠悠众口，聘祭司臣，乾坤颠倒？这满朝文武，谁不知你垂帘背后真正的心思？你就是想谋夺李氏江山，你们就看着这夫人践踏祖制吗？够了！来人，即刻将赵康押往刑部大牢，传朕口谕，此案3次会审，不必等秋后，7日之内结案上报。再有妄议后宫、咆哮殿前者，系谋逆论处。恭送陛下，恭送陛下。光载元年冬，武曌以盐税案为任，连斩李元家旧部27人。赵康之死不是结束，是开始。这个女人终于掀了棋盘，成了棋手。我想，我也要快离开了。多谢娘娘为小暖洗刷冤屈。哀家这公道还是来得太迟。只要能让这真相大白于天下，即便让老夫等到满头白发，老夫也心甘情愿。这池中的水还是太深。老夫请求娘娘准许老夫告老还乡。周太傅，你为何要归家？你为何不与朕商量？
朕不允许你归家。陛下，周大人，哀家知道你累了，可这江山还有陛下，都需要你。这江山还有娘娘，而陛下也终究会长大。只是这朝堂上的风雨，老臣实在不堪重任呢。既然如此，哀家便放你离开。多谢娘娘。母后，周大人累了，就让他走吧。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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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哀家身边待那么久，性子怎么还如此急躁？娘娘大事不好了！怎么了？陛下走了。母后，这龙已有您亲手将儿臣抬上来，儿臣感念您多年苦心，但儿臣骨子里装的不是帝王术，是周太傅教的山水志。儿臣称帝7载，相比做皇帝，儿臣更想当个能坐在田野里看秧苗的普通人。今日不告而别，望母后恕儿臣此生唯一一次任性。快封锁皇帝不见的消息。哦，快，是。脉象记作，典型斗争初起日照。是。去岁南疆进贡的朱砂豆粉还有库存，调稀了，涂在殿下寝宫寝具上。记住，要不经意间让每日送衣物的浣衣局宫女碰到，3日内需要有3人出现红疹，人送去西郊黄庄，赏双倍俸禄封口。陛下移居的紫霞阁3层全部封窗，外围让禁卫军拉2道防线。宗室若强行探视，恐难阻拦。尤其是惠王，他手里有先帝亲赐的随时觐见金牌。进来。陛下，从今日起，你便是突发疹痘的天子，每日需在辰时、酉时，在紫金阁2楼窗前喝药。千万记住，只需露出涂满石膏的右脸。是。娘娘，这局赌得太大了。你们都下去吧。是。张婉，你跟了本宫那么久，难道你就没有看出来？本宫这不是在赌。娘娘是在等一个机会。没错。现在机会来了，这李氏的江山终究是要落到我武家的手里。既然他恒儿不想要这江山，那哀家便要做这江山的主人。娘娘，青椒为何？京城浮现一块白色巨石，上刻血字“聘姬司臣，山河倒悬，白石化泪还政于天”。什么？看来这应该就是武曌称帝的最后一步了。现已有百姓中传开，礼部尚书率27名大臣跪在玄武门外，联名上书求见陛下验石啊！张婉，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武曌，此时乃为何龙王显灵？你垂帘3载，旱涝平仍，边关不宁，这是上天警示。张大人既通鬼神，可知3年前江淮大旱时，为何龙王为何不显灵救秧苗？强词夺理，天象示警，非一时一事，乃是因你颠倒阴阳纲常。自你垂帘，彗星3现，地动2回，太白骤现。史书记载，此皆女主干政之凶兆。
张大人背史书道书，那本宫问你，永昌元年会兴县市，先帝正为江南盐税而震怒，杀贪官37人，此为女主之祸。载2年地动，乃是塞北戍军开山筑关，引发地脉震动，此为聘姬之罪。你臣等27名联名上书，依祖制，必并逾越不朝，当由宗室亲王再设朝政，请太后即刻还政于惠王。你有祖制，哀家有永昌律。阿婉，念永昌律第173条。永昌律大不敬，诅咒皇室，凌迟，诛3族。这是皇帝病，这江山还有哀家。武曌，你这就是想篡夺李氏的江山呐！我等一定誓死保护李氏江山，臣等誓死拥护李氏江山。好啊，好一个誓死拥护李氏江山！那本宫倒要问问你们，3年前江淮水患，饿殍千里时，你们可曾有谁捐过1担米？去年北境雪灾，边疆冻死100余将士时，你们谁曾送过1件棉衣？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拥护的李氏江山，真是可笑。武曌，自古帝王皆男儿身，阴阳有序，乾坤定。你若敢坐着龙椅，便是颠倒纲常，背逆天道。天下女子皆效仿，父不父，君不君，臣不臣，国之不国。这白石便是预兆，这白石分明就是吉兆。这白石分明就是吉兆。娘娘，这应该就是我帮你的最后一丝了。这朱砂沾了茜草汁和铁锈，玉酸会变色，刻痕边缘有崭新的凿击痕迹，这分明是3人内新刻的。张大人，你说此白石是从渭河底浮出？这取出来。这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怎么可能？不知道啊，不应该啊，会如此啊！这不可能，怎么会如此？过着眼，这若是河底沉石，朱砂早便被水流冲刷淡化，可这颜色分明鲜艳未退，玉簇反而呈现妖异紫色。这字在变啊！这真的在变，变啊！这绝不可能啊！也就是啊，怎么会这样？原来不是聘祭司职，是凤鸣岐山，不是李氏将断，是坤载万年。上天这分明是在赞本宫如周文王之母太人，以坤德载江山。这白石是赐给本宫的监国玉玺。武曌，你这妖后祸国乱政，李氏绝不会放过你的。武曌，你这妖后祸国乱政，李氏绝不会放过你的。来人！是祸国乱政，将这忠臣的脑袋给哀家砍下来，悬于这白石之上。武曌，你会遭报应的。砍！哎呦，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这。从今以后，还有谁敢说哀家祸国乱政？垂拱4年元月朔日，天降祥云，地涌金莲。太后武曌承天景命，应百官万民之情，于太极殿祭告天地宗庙，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建元天寿。朕回望这一路走来的10几年，
每一步都充满荆棘。从一个小小的宫女，到如今的帝王，每一步都是坎坷。从冷宫时间到太极殿御姐，从跪着听训到受万人跪拜，历史进行了3000多年，从未有一女子坐在这个位置上。我武昭今日做到。恭喜宿主完成任务。